从南海到非洲，中国近来的军事部署又有哪些进展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近期它的外交策略，有硬有软，有些国家你要跟他强硬点，有些国家好声好气，说道理就好。好，我们先从南海开始讲起，那当然就是要拳头越大，讲话很大声的地方了哦。因为菲律宾啊，实在现在在中国的眼中看起来，实在是有点不服管教的坏孩子。好，我们先来带您看到为什么这么说呢？近来呢，菲律宾是这样讲的，他说，在9月份，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呐，菲律宾有一件大事要做。什么大事呢？就是他去找20个以上的国家，都要跟人家开双边的峰会。你说你到底要干嘛啊？干嘛到处找人呐？原来他说啊，他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对的人干嘛？可以跟中国讲道理，因为他觉得他在南海不断的被欺负，而且呢，这已经是他们2战以来遇到最严重的危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呢，他现在打算在联合国峰会期间找到对的盟友，然后大家一起去跟中国讲道理。好，你到底要讲什么道理哦？现在呢，就是到底这个海域是你的还是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上到国际法庭去解决，亦或是呢，我们看到中国有中国的讲法，我的9段线嘛，所以你说要找到谁去讲道理，这就是问号。但是呢，现在菲律宾的策略就是团结力量大。如果光是菲律宾要跟中国对抗，那叫做以软击实。于是呢，他找到非常多的软，大家团结，看能不能去一起击实。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现在有些盟友站在他这一边，像是澳洲，像是美国，就直接讲啦，他说哦，你这个中国呢，千万不可以再用这种侵略式的方式来在南海做这样的一个侵略式行动。但是呢，有些比较中立啊，你看相较而言，像新加坡、像印度就说，可不可以和平解决？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菲律宾就讲了，他说，真的有一点无法忍受，他说呢，就在这短短的1个礼拜之内啊，南海就中国的船舰进来整整有207艘。他说这实在是有一点，他怎么讲？他这样形容叫不足为虑，但无法接受。他觉得这是我的经济领域，这是我家。但是呢，这个中国派了207艘的船进来，然后他还细数哦，他说这207艘有1艘的科研船，然后呢有6艘的军舰，有18艘的海警船，然后其他182艘全部都是民兵船。所以他说这太多了啦，然后全部围绕在这个地方。菲律宾还统计，他说目前最多的在哪里？在仙宾暗沙，以及呢在这个后藤礁这个地方，他说全部都是中国船在这个地方包围这个地方，所以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呢，他要干大事，不仅仅要找盟友一起以软击实，不是找很多的盟友，看能不能把那个石头看能不能够软化一点。但是他现在还要去买武器。现在菲律宾说啊，他要去买一个很厉害的武器。他跟美国开口，他说能不能卖给我几套？他想要什么武器？他想要这款叫做提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这一套武器系统呢，是目前为止美国的陆军正在服役中、正在用的，而且算非常先进的。他要买哦，他要买来干嘛呢？他说这个提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很厉害，它里头装的这个中程导弹不得了，每一个导弹一打又打到北京去哦，吓死中国。所以他说啊，他这上头可以填装的是有战斧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另外还有一个被菲律宾称作叫中国克星，叫做标准6，叫做对陆打击型的一个导弹。好，那这个什么标准6呢？它什么意思？它的一个这个射程范围大概可以400到600公里哦，也就是说，大概在菲律宾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海域当中，随便一打，哇，打到你北京所以呢，现在菲律宾很希望可以得到好几套这样的一个提风中程导弹的武器系统，他希望可以对中国有一点威胁哦。那当然啦，你这真的要硬碰硬，那也不是国际社会乐见。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美国又要跳出来当和事佬了。美国跟中国其实呢，在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主席见过面之后，本来就有一个高层的一个军方的一个对谈。那这个对谈呢是例行的要进行的避免发生误判，那真的要发生大战嘛？所以最近呢，看到9月10号，双方又有一个通话了。那这个通话呢，那美国方面通话之后又站出来讲说有。
菲律宾，你放心，我已经告诉中国，叫他不可以这样，千万不可以再用这样的一个侵略性的行为在南海哦。然后呢，他就讲了，他说哦，这个不可以。然后呢，中国方面是淡化处理啦，这个到底双方讲了些什么？常常都是这样的啊，你讲你的啊，我讲我的，那我们可能没有交集，但没有关系，我们至少通话了哦，也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呢，美国方面还另外释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讯息，就是他说他要在非洲找一个国家好好合作，这个国家呢叫做加蓬，那你就觉得没头没脑的，怎么这个美国突然间宣布他要跟加蓬合作，然后呢还说要有军事合作哦，然后呢要这个帮他培训什么样的一个军事相关的一个技术，然后你就觉得摸不着头绪，后来你才知道，哎呀，又是要跟中国别苗头，因为其实在这个9月初的时候，中国呢才刚刚在北京办了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那其实呢，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开始，那个时候启动之后啊，就固定在举办。那今年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呢，习近平主席直接就宣布说，接下来呢，在3年内，他要对非洲要投资1.6兆。同时间呢，他还要用10亿的人民币无偿哦，没有任何要非洲付出的部分，无偿干嘛？帮忙培训6000名的士兵，还有1000名的这个武警，也就是在中国叫武警啦，但是在非洲叫做执法人员，帮他们培训他们的警察哦。所以呢，现在又有人讲了，这个中非合作论坛要帮忙，培训他的军事，培训他的一个武警，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中国的手要伸进非洲去呢？但是呢，其实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在这样互相的一个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了，并不是今年才第一次发生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当中，有很多合作的项目，于是你才会刚刚看到美国又跳出来说，那我也要，那你要你就通通一起合作，不是很好吗？但是他偏偏挑加蓬。为什么？加蓬其实大家去翻地图就知道，它是在非洲大陆的西方。也就是呢，它在西方，它有个港口叫自由港。这个自由港呢，直接再往西边直开，就会开到美国去了。所以呢，他很担心，美国担心说，万一加蓬也跟中国深度的军事合作，那万一真的中国也要在这里拥有除了吉布地以外另外一个海军的基地的话，那就不得了，直接就面向美国了耶。所以呢，现在美国就挑了加蓬，刚抓住他说你要跟我合作。但其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中国跟非洲之间的关系啊，过去呢，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当中，很多人这样说，他说呢，其实那叫做债务陷阱。像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很多非洲国家也站出来说，希望中国帮忙啊，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啊等等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呢，西方的媒体会告诉你说，债务陷阱就是中国设下的一个阴谋，它就是让你还不出钱，然后我就要拿你的国家资源，我就要拿你的港口，我就要拿你的机场等等哦，然后我就要在你这个地方军事设施。但是呢，你仔细去看，这些西方的论述当中啊，他告诉你说，常常会举的例子叫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但其实呢，汉班托塔港虽然现在是中国的一个企业在经营，但是呢，你说有让这个斯里兰卡的债务完全的免除吗？并没有，因为呢，这个斯里兰卡债务还是要还的。那只是这个港口让中国经营，然后呢，中国付出的一些这个经费的部分呢，则是让斯里兰卡拿去做他们的一个外汇方面的纾困了。所以并不是完全的一个对价关系，并不是说完全解除了你的债务，然后你那个港口就是我的，并不是这样的。那在这个非洲呢，就有很多的一些西方国家就会这样论述，特别是美国。告诉非洲人说你不行，你很危险，你跟中国合作你就惨了，你看看斯里兰卡。于是呢，在每一次中国呢提出了一些基础建设的合作的时候，非洲呢就会有这样的声音。比如说之前呢，在这肯亚的合作啊，要合作盖铁路啊，那肯亚的国会就会说，你看看斯里兰卡，你这样还敢吗？然后呢，你再去看看跟这个非洲其他的一些国家，像乌干达要合作的时候啊，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你还敢跟中国合作盖机场？你看看斯里兰卡。但真的是这样吗？似乎也不是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带一路”啊，所谓的债务陷阱这样的一个论述不断的被发酵的时候，其实非常影响到中国跟非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有一个民调很有意思，这个民调调查什么？就是虽然有这么多的
耳语说，哎，你这个跟中国合作就会如何如何。但是你去问非洲人，他要不要跟中国合作，他对中国的一个正面的观感有多高？哎，还是超过了60%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认同要跟中国合作。但还有一个调查也很有意思，他说，那你要不要跟美国合作？哎，比中国少一点，但也是超过60%哦。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现在非洲人有一种我是公主的心情。我最喜欢有这么多王子都在争取我，我就左右逢源，大家都在竞争我，我就最高兴。所以现在非洲啊是非常乐于处在这种被人竞争的一种快感当中。所以呢，其实虽然你看我们这个非洲以外的国家会觉得，哎呀，非洲如何如何，跟中国合作如何如何，美国现在要来争取非洲如何如何，但是呢，在非洲人自己的心中会觉得挺好的，蛮好的，大家都要来跟我合作。好事一桩，所以你看到了这个非洲啊，目前为止啊，他们是这样的心情。那中美之间的博弈呢，还是会持续的。中国说要跟这个非洲安全合作了，马上美国也跳出来说，那我也要。那你说对于这些非洲国家来讲，你跟我合作给我钱，你跟我合作也给我钱，很好啊，哪里不好了？所以我们要带你看到现在中国啊。持续跟非洲的一个深化合作，还包括了现在中国呢，在世界上很多的市场是处处碰壁的状况。美国呢非常刻意的，在科技方面，甚至呢在很多的一些商品方面，筑下了非常高的一个关税壁垒，甚至还压迫他的盟友必须要跟进这所谓的一个关税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到了很多之前呢，你还看美国质疑说，这个中国你的产能过剩啊，所以呢你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啊，等等等的。但是呢，现在这些所谓的在西方市场当中过剩的产能到非洲去很 OK， 因为比如说你像中国呢，他们在这个清洁产能，在这个绿能方面的产品非常多，那它做的 CP 值很高，它又便宜又好用。但是呢，你卖到了欧洲市场，卖到美国市场，他们会质疑说，哦，你低价倾销，不给你卖，不给你卖，我用很高的关税让你。在这个市场里头，你的价格也必须抬得很高。于是呢，就把这样的商品可以卖到非洲去啊，因为非洲他们没有制造这些商品的能力。但你说它需不需要？很多的非洲他们是能源缺乏的状况，还没有那么多电力的。那非洲什么没有？太阳最大，所以呢，你就看，哎。刚好到那个地方去绿能，刚好到那个地方去太阳能，非常合适的。所以呢，现在中国也把这些好啊，你们欧洲市场不要啊，美国市场不要啊，这个。便宜好东西不要，我就卖到非洲去。所以非洲呢，现在呢也跟中国做生意，大量的接收了这些所谓的绿能相关商品。所以从1到7月啊，中非之间的一个贸易增长就超过了5%，而且平均的年增长率是超过17%。现在呢，中非之间的一个这个贸易往来呢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绿能、清洁能源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它。同时间，现在看到了，这习近平主席也看到了，有些地方你要强硬点，比如说像菲律宾，但是有些地方可以好好说话的，听得懂人话的，比如说像非洲嘛，所以他就在非洲有33个国家免除了他的一个关税哦，所以呢就是100%零关税待遇，那这当然会让之间的一个经贸往来再往上翻好几番，所以你看到了中非之间。贸易的一个总额在2023年总共来到了2821亿啊，这个数字呢已经是越来越高，翻倍成长。那有没有可能要取代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可能还为期尚早，但是呢，它已经成为一个未来可能中国可以好好努力的继续耕耘的一个市场了哦。所以呢，这个非洲，我们继续来看看中国未来还会跟非洲有什么样的合作。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进来啊，这个中国的一个外交策略有硬有软，希望你喜欢了，我们下回见，拜拜。